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S 赵少康战情室，专门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严惠慈议员、黄伟汉先生、李永平前副市长、叶元之委员、陈世权议员。好，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川普的关税案哈，那9个大法官，3个自由派，6个保守派，6个保守派，3个是川普任命的，运气真好。很多美国总统8年任内1个大法官都任命不了，他终身职啊，除非死了。除非身体实在不行，我自己不干了。川普居然在第一任可以任命3个，但是这个3个自由派不讲了，这6个大法官也有3、4个质疑川普的关税政策，因为关税川普说关税是外国人交的，外国厂商要交啊。大法官说，首席大法官说，美国人民的负担，什么外国人交？或者川普也改口了，他说美国人是要负担一小部分的关税了，会转嫁嘛，所以呢，能不能征税是国会的权责，不是总统的权责。总统选出来是你做行政事务，但是征税牵涉到每一个国民，所以这是民意代表要负责的啊。那川普说不，我不能败诉哦，我败诉要赔超过2兆美元没有了，他到现在收了5000亿美元了，那未来呢，可能这个到明年。这个关税官司打完，大概到明年年初会大概一共会收到7500亿到1兆美元那这是说他说反正川普都很夸张，我们要赔2兆哈。那另外呢，国民党说呢，如果说川普违宪的话呢，应该跟美国讨回来把钱讨回来。那龚明鑫说，判决以后2个礼拜提报告，要跟川普把钱拿回来不容易了钱到了口袋里以后，川普会想别的招了什么232了、301了，乱七八糟一大堆他不会把钱还的啦，你放心好了那另外呢，川普已经讲了昨天嘛，说美国人每个要发$2000，或者财政部长会讲说不，我们是减税2000，不是要发2000好，我们看一下。川普的关税大棒冲击全球，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已经先后裁定川普违法，现在上诉到最高法院，包括保守派大法官也对关税政策提出质疑。对此，川普最新回应，如果政府败诉，必须赔偿超过20兆美元。If we lose the tariff case, so all of it would go away. So they're not giving the right numbers. It would be an economic disaster. It would be a national security disaster. 川普重申，关税政策为美国带来数兆美元的投资，将用关税政策赚的钱偿还国家债务，并对民众发放红利。One of the things we're going to do, we're going to issue a dividend to our middle-income people and lower-income people of about $2,000. 尽管美国政府面临债务危机，但因为政府关门出现进展，激励投资人情绪。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在10号同步上升，半导体类股也开高走高。姚沈怎么看？其实想20兆了，我这边还是2兆，一下变成20兆美元了，是没有那么多了。我觉得乱讲的了。这个美国的内政在川普这个刚刚上任都不到1年了，已经内部矛盾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情况。他现在讲说，因为这后果严重，这些钱赔不了，所以呢，你的大法官会议明知道我不对。也不能处理，也不能说我不对，因为这后果严重。如果这个讲法成立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制衡的观念了。那我们在讲，大家都讲典型的美国总统制国家有3个制衡的力量，但是呢，就如果执政这个行政体系错了，你晓得国会有没有制衡的力量？没有啊。你看目前的国会议员怕总统怕得要死，因为他有办法说我在你的选区提一个人去跟人搞鬼，然后我一天到晚骂你。让你没有办法连任，而且我把你的选区的部队军营通通调走，让你没有办法消费。所以你看这一次的国会他这个参议院有8个民主党的人就过来了所以他过了。这8个有什么共同特征？你想这3个都不再连任了，所以没有选民的压力，没有选派的压力，反而能够做比较合情合理、这个睿智的决定。所以国会哪有什么制衡？还有呢，现在大法官就川普任命的人的2个保守派的人也开始怀疑川普也许是不对的。好，这个看起来好像表面上都有制衡，你想哪一点不对呢？这个以前发明这些宪法啦、什么制的人都没有想到一点，这3个互相制衡的时间有落差。
如果川普做不对的事情，1个礼拜马上有人制衡效果出来了，那有效。他2月开始搞这些东西哦，现在11月9个月了，9个月大法官才在讨论说这个对不对？啊，9个月的伤痕，9个月的灾害，你自己都承认了，我这些你跟我说我不对，我还不了啊，对不对啊？所以9个月算制衡吗？大法官有结论到明年2、3月才有，等1年。对，所以这样落差长到1年，即使点出来你是错的，也没有用啊。何况还进一步还有更荒唐的，川普现在开始打瞌睡了，你知道？因为我们在本节目我一向赞佩他，Sleepy Joe 嘛，对，我们一向赞佩他，说他精神很好，这夙兴夜寐啊，工作精神非常好，好像从来不睡觉。他开始睡觉了，为什么开始睡觉？因为他挫折感也来了，他豪气干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他在宣布这减肥药可以减价的时候，他整整打瞌睡打了半个小时，没趣味啊啦，省度度啊，所以呢，那他为什么还要发每个人2000块？他晓得他完蛋了。因为这些选民的票跑掉了，跑很多，而且都是他的选区的，所以他注定大概明年其中选举，他就参众两院就会失去多数。他们知道，他们有统计，发钱拉住选票的效果起码有2成。所以碰到川普这样的人他现在也说亚军，国民党亚军，民进党亚军，川普也亚军。发钱是有效的啊，那你现在说大法官不能说你违宪违法啊，你又说你发钱又可以呢，这不是又有另外一个矛盾吗？所以我跟你讲，美国的内政是一塌糊涂，我们台湾聪明的话就不要完全听他的，就能拖就拖，一拖为妙，好吧？美国本来对这个大陆的船美国很狠哦，大陆船带大陆货每吨超收$50，然后外国买大陆船载外国货也要收钱少一点，好像15还20块美金。那现在美国说卡了那大陆呢也对美国这个也取消了，反正彼此都取消了反正大家这个互相恐吓那另外呢，这个本来瑞士39%的关税，川普说下手太重了，现在砍到15%，瑞士是个好盟友反正他就随便他那昨天美国参议院60比40通过拨款法案，所以呢41天政府关门，现在就只要参议院再通过就可以了那先参议院再众议院那现在一个叫 COP30那就是气候气候纲要公约了那在巴西亚马逊雨林旁边的城市登场叫贝伦那说这是多年来最艰困的气候谈判。那30年以前，在里约热内卢开的地球高峰会Earth Summit， 那时候我刚好是环保署长，所以我到里约热内卢去，还用英文演讲那当时这个前副是外交部长，安排我请他了，安排跟美国环保部长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见面谈这个台湾跟美国这个环保，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合作了等等30年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而且呢，又碰一个川普，他说呢，这个气候变化臭氧层破洞是个骗局，叫做绿色骗局所以他的意思说呢，根本不要理他。那所以上次我们去的时候是美国副总统高尔带队去那这次呢，美国川普不去，而且大官都不要去，所以美国也没什么大官去那习近平也没有去中美这2个国家非常重要的什么讲 G2 都没去领导人都没去那联合国代表说没有国家能承受气候行动失败的损失那他们现在都蛮悲观的了习近平、川普都不去，那这个会开的有什么意思呢？而且还被川普说是世纪骗局，我们看一下。说到对抗气候假消息，巴西总统鲁拉在 COP30 开幕上很克制，没有点名缺席的美国总统川普。但是各国的减碳承诺也确实有实质进展。台湾、菲律宾还有许多国家都受到气候威胁中。我们也观察到，川普的气候骗局说，并没有让各国减少参与。In Switzerland, this May, a full village was buried by a glacial landslide. We see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around the world, and one needs to be blind not to understand this.
2年前遭到史诗洪水袭击的巴基斯坦前总理夏利夫的女儿 Maryan， 未来很可能是8国首位的女元首。她也接受 TVBS 的访问。If one day you become the president, will the climate change the first and foremost issue you will tackle with? President or not the president, official or not the official, it still remains the highest top priority because this is a shared world, a shared vision, shared humanity. 好，这是 COP 第1天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国家馆的场馆区，到处都是人山人海，大家都来看各国这一次呢想展现出的减碳还有对抗暖化的成果。但美中不足的是哦，因为美国的航班大乱，导致这一次呢各国的代表还有我国的 NGO 参与者都比预期更晚几天才能够抵达现场参加活动。那个明，刚才在谈哦，这个川普那个关税哦，他有没有可能失败哦？那现在看来呢，虽然说大法官会议哦，他真的是这个美国总统史上非常幸运的宠儿哦，在他手上，因为他那个美国大法官大家了解，他是终身职的，所以他如果没有过世，你基本上是不能换人的哦。那没想到川普任内呢，他可以换到3个大法官，而且都是他自己的人马哦，他认为保守派的，所以本来川普会觉得他为所欲为，他不怕打宪法官司，因为他觉得这些人都会挺他，可他搞错了。因为所谓的保守派大法官呢，他对于法律明文白纸黑字的事情，他没有办法采取保守或自由的立场。过去我们在讲保守派大法官的定义呢，基本上是比较属于譬如说堕胎议题啦、跨性别议题啦这种，就是说你跟譬如说人的生命到底是从何时开始的啊，如何，你这种没有办法在法律文字上写的明明白白的这个部分呢，你才可以说我有一种我的价值啊，跟我的信念来判断，所以才会有区分说保守还是这个自由派。可是你现在川普他遇到的问题是铁的法律啊，他们在辩论的铁的法律就是说，川普援引的这个经济紧急的这个法律哦，他说我们现在经济处于紧急状态，所以我必须要抽关税。可是他所援引的那个法律里面，他要对国外课征高额关税，不在你对总统授权的紧急状态里面的条文啊。所以现在为什么大家一看那个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跟川普的律师代表在进行攻防的时候，大家一看就不妙，因为他们遇到的那些问题呢，那个律师都没有办法据理回答。也就是说，就法论法来讲，川普呢输的机会真的很大。那这种状况底下，特别是那些他所谓支持他的保守派法官问到的也是非常尖锐的问题的时候，川普心里有数了嘛？那川普这个人心里有数之后，大家也看到他典型的遇到危机的状况，他要不然呢就随便跟你讲一个更惊人的事情，什么我要核子弹测试，我要干什么让大家惊恐，要不然呢就胡说八道。刚才赵先的感慨是说，本来我们新闻才说他退款可能是2兆美元，一下他就叫20兆，那20兆当然是他随便乱算了。他说这个国会跟我们球场，那个国会跟我们球场，整个我们美国会完蛋。那大法官哪管你那个？因为你就算其他国跟美国球场好了，美国只要开一个航空母舰那个群到你的家旁边，你就敢跟他球场吗？没有用嘛！全世界没有人能逼美国干嘛。就算关税被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说，川普你错了，你不可以招收。其他国家球场能不能退回来，都还是打个问号。人家还给你追溯，还给你增加球场金额，这可能性没有。但是川普现在为了掩护他的面子，那他现在这样子乱弄美国的经济呢，很容易造成什么问题？第一个，他的国家债务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失控了。如果关税他这一仗呢，美国的债务国债就完蛋了，真的国债危机要大爆发。第二个，美元呢大概进一步会要走弱。
可是就股市的角度呢，可能很多国家就说，好，你这个关税啊，已经搞来搞去搞这么久呢，大家威胁降低了，其实说不定很多股市，大家很多那个做外贸的个股啦，或者是生产线什么，大家松一口气，也许股市还会不错，也说不定。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中国大陆驻大阪的总领事说要把高市早苗斩首哦。那日本就强烈不满，当废话，当然强烈不满，任何国家都会强烈不满哈。那高市说，我不会收回，但是我也不会再说了，哦，因为收回很丢脸啊，不会再说了哦。但是呢，我不会收回。那这个总领事呢，叫做薛健，你看没有？健，他每天就想斩首人家，健，斩哦，薛健啊。因为一般很少讲到斩首，骂一通就是什么会想到把人家头砍下来呢？哈，尤其你是驻在国的首相啊。那大陆外交部说这是他个人的行为，但是呢，我们还是反对你讲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啊。这老共如果这打台湾的话，你日本要军事干预啊，你是反对你是分裂中国，我们反对你分裂中国，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要这个替台独啊，这个声援台独吗？啊，等等。那而且大陆使馆呢，刚刚那个是大阪总领事馆了，现在是驻日本的大使馆。深夜发文又批高市，说你企图把自己绑上分裂中国的战车哦，所以呢，他说你阻扰统一只会引火烧身啊，那所以他们已经跟日方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啊，所以呢，这个大使馆也跟着啊来骂这个高市，而且呢，刚刚那个叫什么剑啊？薛健，这个也叫剑。中国外交部发言也叫剑，叫林健。他们可能看到有剑的，就赶快先弄到外交部。他们那个都很强烈的哦，很强烈。取名字哦，他们喜欢起2个字的名很多哦。然后呢，这个剑啊，所以呢，2个都是剑，2把剑啊。所以呢，他们连发三问：你想把中日关系引向何方？哦，你到底想向台独势力发出什么讯号？哦，你难道不知道这是中方的核心利益吗？哦，你要阻挠我们的统一大业吗？哦，你到底要怎样？要把中日关系，我们中日关系最近才改善，你要引到什么地方去？哦，那我们总统府也声援，说中国外交官的行为逾越外交礼节，怎么样砍人家头呢？哦，那另外呢，彭博社是说，高市跟台湾的发言不能解读是对台湾的承诺，并不是说。你真的有事，他就会派军队。他只是在国会议员问他的发言而已，但是发言并不是一个承诺，也不是跟你签了一个什么约啊。那日本的学者说，高市因为日本立场一向从安倍就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嘛，他一样啊，他徒弟啊。但是川普对台湾的讯号呢很混乱，令人困惑。日本都搞不清楚，你美国到底要怎样呢？啊。那另外呢，这个日经新闻说高市这样讲恐怕对日本不利啊，但是高市说呢，这是符合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哦。台湾有事的发言我不会撤回，但是以后今后不会在国会上明确假设特定情况来陈述，就不能假定怎样，那假定我不讲了。我们看一下。大陆驻大阪总领事薛健在社群媒体 X 上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针对台湾有事的言论。他写道：“那种肮脏的头就该毫不犹豫斩掉。”尽管薛健很快删文，但强烈的用字还是激怒不少日本人，要求将他驱逐出境。極めて不適切と言わざるを得ません。外務省及び在中国大使館から中国に対してその旨の申し入れを行い、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関連の投稿の速やかな削除を求めました。连日本内阁官房長官木原忍都在例行记者会上提及这件事。不过高市本人似乎没打算理会大陆外交官战狼言行。撤回取り消しはしないんです。従来の政府の立場を変えるものではな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実際に発生した事態の個別具体的な状況に即して政府が全ての情報を総合的に判断するものであると。
面对在野的立宪民主党议员要求他收回台湾有事是日本存亡危机的说法，但高市重申他不会撤回发言，这也引来大陆外交部不悦。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反省自身，停止挑衅越线，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的错误信号。日本经济新闻分析，高市早苗的对台政策和历届首相不同，他们认为高市不再坚持战略模糊，却可能把日本的应对政策外泄，把日本置于不利的位置。不过高市的强硬立场似乎也表明日本已经开始正视大陆威胁。暐瀚怎么看？这件事情在这个薛建出手之前，其实呢，后续高市的民调还值得关注。为什么这样讲哈？两件事，第一个，安倍晋三前首相是在2021年的12月1号的时候，在一个智库的演讲，当时他已经卸下首相的职务3个月，他在2021年的9月14号的时候卸下首相，那是他第一次哦，因为他有2015年修了安保法，那他可以动手。那这个离台湾还很远哈，所以一直都只是有那个方向。第一次讲说台湾有事，それは日本有事，是在2021年的12月1号，当时安倍晋三不是首相，所以我说哈，这次高市是进了2步。第一个就是说，安倍讲这个话的场所不是国会，身份不是首相，但是高市早苗他是干嘛？他是在这个众议院的财政委员会当中被这个立宪民主党的之前的一个外相问了个问题，他说你为什么要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他就补充说，我认为这个会影响到我们日本的安全。那个国会议员呢，补充讲说，那如果是被封锁呢？因为他主张被封锁跟我们无关啊，被封锁就封锁啦，对不对？我们日本一样可以绕道而行。而在那个场合当中，11月8号哈，安市这个高市这个首相呢，他就讲出了，就是如果是军事封锁，那个算是危机；如果只是民船、渔船排成一列，那个不算。所以讲完这句话之后，两国现在目前看起来，中国大陆跟日本就一定紧张嘛。那这个时候按照外交的这个手段应该怎么样？最严重我就直接召回我中国驻日大使啊，这才是外交动作，而不是上网络上讲说我要砍你的肮脏的头啊。所以这个薛建这个动作完全不是外交官该做的事情，应该是说我抗议，我递交完抗议书之后，我直接把我的驻日啊，就是中国驻日本大使叫回来。这就很严重了，那下一步就是可能就是要，所以外交部说他个人行为嘛，并不是整个大使馆的。对，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写这个。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哦？因为你去看这个高市早苗首相，他是过去25年来，好，就是内阁民调第2高的。这20几年来，只有一个内阁小泉纯一郎比他高一点点，他的民调现在目前有82%。但讲完之后，因为日本的国会里面也有亲中派，他觉得你不要这样啊，干嘛过度的亲台？你要为了台湾整个聊下去，反对声音都还来不及起来的时候，薛建搞了一个这个以后，现在反而是日本的这个内阁就跟大家讲说，我们跟中国抗议。然后呢，刚刚看到那个白色衣服嘛，他有穿蓝色，蓝色是第一次讲，白色是第2次回答的时候，他在强调一次说，这个说法我不会收回，但我以后也不会再说。不是你到任何一个国家哈，外交别国的外交说要把你的领袖的头砍掉，都会引起反弹的啦。原之，我觉得接下来就要，因为那个中共那边呢，他想要低调冷处理啦，所以其实拖了蛮久了，也回应的也是也是没有很强硬的回应。然后后来那个薛建其实后来有删文啊，但是删文之后没多久他又继续呛啊，他就说少数日本政客不要每次在操纵这些东西。可是因为日本跟中共的关系其实之前有改善啊，因为像那个日本的外那个他们的小泉进次郎有跟中共的防长董军嘛，其实都有会谈过了，其实关系有改善，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观察一下这2国到底会不会吵起来。可是我觉得大家不要，因为现在政府都会觉得说，哎呀，高市你看他这样子讲啊，就是对台湾这样非常有利啊，台湾有人有帮助啊，但其实大家还要再观察，为什么？因为高市的讲法是说台湾有事。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进入一个叫做纯利危机事态。那什么叫纯利危机事态呢？就是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一个起始，它是一个有限度的那个集体自卫权。那根据日本的安保的规定，它有分成3种状况。第一种状况叫做重要影响事态，这个意思就是说，当美国需要日本帮忙的时候，日本可以提供一些后勤。然后第2种叫纯利危机事态，这个就是说，当美国希望日本帮忙的时候，比如说美国的军舰被攻击的时候，日本可以去保护美国。第3种叫做武力攻击事态，就是说日本可以直接反击的。那现在的关键就是美国啦，就是说到时候是美国来决定日本到底要怎么做。那所以我觉得关键还是看美国。可是现在美国跟
中国大陆的关系现在变得比较好嘛，就像那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就现在叫战争部长，就讲了、他就说他跟董军互动之后，告诉川普，现在美中关系是有史以来最好。所以当然我站在台湾的角度会希望说，假设台湾有事，其他国家可以来帮助我们。可是关键还是我们不要误判的形式，觉得好像因为这样就可以升高那个抗中的形势，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没有，我觉得还是要找到那个和平的方法啊。我觉得高市其实已经是退一步了啦。哦，就是说我不会收回，因为收回太丢脸了。但是我也不会再讲了，不会再讲。你管我再不再讲？不再讲了，其实就已经算是其实就已经收回了。而且他说以后对假定的问题不再去解答，因为这是假定嘛，也不是真的。如果怎样，不是常常这样问吗？如果这样你会怎样？如果这是假定问题，对不对？假定问题不回答，他其实已经退了。休息一下再回来。